生命的真正意义是什么？是保存宇宙的信息。人的本质其实是一个一个的信息存储器。从宇宙的角度来看，它完全不关心人的生老病死、喜怒哀乐，它也不关心人类社会是否繁荣，甚至人类会不会毁灭。那宇宙关心什么呢？宇宙关心的是信息，是信息的复杂性与多样性。有的朋友会问，你跟哪位宇宙大神有过交流啊？你怎么知道宇宙关心信息呢？其实这些并不是我说的，而是很多科学家的研究成果。生命为什么能够保存信息？作为信息存储，人类是否合格？有没有比人类更合适的信息存储体？在今天的节目里，我来尝试着回答这些问题。时间来到1935年5月15日，著名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和2位同事一起在《物理评论》期刊上发表了一篇论文，简称为 EPR 论文。在这篇论文中，3位科学家第一次提到了一种非常诡异的现象，这个现象称为量子纠缠。什么叫量子纠缠呢？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我用最简单的比喻来解释一下。假设有一黑一白2个球放进一模一样的盒子里，然后打乱盒子的位置，让人搞不清楚哪个盒子里装的是什么颜色的球，将其中一个盒子运到月球上。此时打开一个盒子，立刻就会知道另一个盒子里装的是什么颜色的球。这是否意味着信息的传递比光速还快了呢？当然不是，因为这只是一个推理过程。我们知道球有2种颜色，所以非黑即白。真正的量子纠缠要复杂得多。在量子态下，盒子里的球并不是黑的或白的，它处于黑与白的叠加态，球的颜色是不确定的。在观测的一刹那，球会跳出叠加态，确定为黑与白中的一种颜色。假如地球上的是白球，那么它会迫使月球上的另一个球变成黑球。现在球的变化速度的确比光速还快了。所谓量子纠缠，就是2个纠缠粒子即使相隔很远，甚至远到上千上万光年，对其中一个粒子的测量也会瞬时影响另一个粒子的状态。这是一个匪夷所思的推论，这个推论最早是从数学公式里反映出来的。这怎么可能呢？这与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是矛盾的。在广义相对论里，宇宙的基础是由物质与能量组成的。比如恒星，恒星主要是由氢和氦组成，它通过核聚变反应消耗了自身的质量，将物质转化为能量。物质与能量是一件事的2个面，它们可以相互转化，这是宇宙的基本运行方式。在物质的世界里，一切以光速为上限。但是在量子力学的数学公式中，奇怪的现象出现了。纠缠的粒子无论相隔多远，仍保持着关联性，而且超越了光速。爱因斯坦不喜欢这种数学上的假想，他称之为鬼魅的超距作用。这篇论文揭开了对量子纠缠的研究，同时它似乎隐含了一个问题：如果量子纠缠真的存在，宇宙中就存在着另一套未知的运行法则。时间来到1960年代，德国生物化学家艾弗雷德·艾根进行了一系列关于分子自我复制的实验。他在实验室模拟生命起源的化学条件，研究简单分子能不能通过自我复制和进化变成更复杂的生命分子。艾根认为，生命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可以进行自我复制。在生命起源阶段，某些核酸分子，比如 RNA， 最先产生了自我复制的功能。但是 RNA 很脆弱，通常为单链，在自然界中容易被降解和断裂。RNA 稳定性低，只适合短期的信息传递。艾根的研究启发了很多学者，科学家提出，地球上早期的生命分子可能先以 RNA 的形态出现，之后才产生了 DNA。他们的假说称为 RNA 世界假说。艾根的发现为研究生命起源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他在1967年因极快化学反应的研究而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距今40到38亿年前，在一次偶然的化学反应促成下，第一个 RNA 分子诞生了。
它是地球上第一个能够复制自己的神奇物质，可以将遗传信息一代一代地传递下去。地球上的环境太恶劣，也太复杂，但是它还有另一种新奇的技能，保证自己存活下去，那就是遗传突变。RNA 缺乏校对和修复功能，在复制过程中会出现大量错误，它的碱基也容易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发生突变。但是凡事都是有利有弊，突变产生的新性状可能会形成新的生态适应。RNA 坚强地活了下来，不知道过了多久，它进化出了第一个 DNA 分子。以后的事情大家都知道， DNA 经过38亿年的时间，完全与地球生态系统结合在一起，创造了多姿多彩的大千世界。地球上所有的生物都是第一个 DNA 分子进化的结果，这也意味着我们身上的 DNA 记录了38亿年来地球上所有的信息。此话怎讲？来举一个例子。时间来到1968年，美国科学家在南极博德站进行冰芯采集工作。冰层是一层一层覆盖上去的，冰层越深意味着年代越久远。科学家可以通过冰芯钻机将深层的冰取出来，这些冰芯其实就是时间胶囊。每一层冰芯的切片都保存了对应年代的大量信息。通过分析冰层中保存的物质，比如气体、微粒、同位素等等，可以研究古代自然环境和气候的变化。这种科研方法就称为冰芯考古。1968年，美国科学家首次成功提取了深层冰芯，揭示了过去约9万年的气候记录。同样道理，生物体内的 DNA 也是一种时间胶囊，每一代生命都将祖先的 DNA 传递给后代，同时携带少量的新突变。天敌、环境变化等进化压力不断塑造着 DNA 序列，地球上所有的变化信息都以遗传标记的形式被 DNA 保留了下来。科学家发现，人类大概有670万个基因，但是实际上只有约2万个基因有作用，也就是说，有98%以上的 DNA 序列似乎没有任何功能。这些基因被称为垃圾基因。近年来，科学家逐步认识到，大量非编码 DNA 其实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些垃圾基因是生物复杂性和基因组进化的关键，它们携带着超出我们想象的生物学、物理学、化学、地质学、气候学等方方面面的信息。整个生物圈，所有的生命都是信息记录的仪器，保存信息也许才是生命体的本质意义。讲了这么多，和量子纠缠有什么关系呢？别着急，下面咱们还是要讲回微观世界的事情。前面咱们说了，量子纠缠最先是数学计算的结果。1926年，量子力学的奠基人之一，奥地利物理学家薛定谔发表了薛定谔方程。这是一个跨时代的神奇的方程式，可以用来描述量子系统中粒子的波函数随时间变化时在空间中的分布。物理学家惊奇地发现，这个方程仅包含了纠缠粒子间的相关性信息，而不包含粒子具体值与状态的信息，这就是纠缠态。当粒子被观察的时候，波函数就崩溃了，粒子就会脱离纠缠态，获得一个特定值，这在数学上称为波函数坍塌。这种数学预言完全是反常识的，直觉告诉我们，物质世界有其自身的运行规律，怎么会因为观察而改变呢？量子纠缠在现实世界中真的存在吗？时间来到1972至1997年，3位物理学家约翰·克劳瑟、阿兰·阿斯佩克特和安东·蔡林格相继使用不同的实验去检验量子纠缠是否真的存在。因为他们的实验太复杂了，牵扯到贝尔不等式、局域隐变量理论等深奥的物理知识，非常难理解，我就用最简单的语言来解释一下。首先，如何获得一对纠缠的粒子呢？克劳瑟和他的同伴弗里德曼使用高能激光轰击原子，原子就会释放出电子，这些释放出的电子就处于联合叠加态，这种现象被称为量子跃迁。在阿斯佩克特的实验里，他使用高能激光束激发了钙原子，从而生成纠缠的光子对。在他的实验中有一个难点，在光子到达探测器的过程中，
需要随机的选择进入哪一个接收器里。这样做的目的是确保在传输过程中没有任何观测现象，让纠缠的光子在隐秘的路径中前进，这样量子的波函数就不会坍塌，一直保持着量子叠加态。阿斯佩克特有一个天才般的创意，他使用通电的石英做偏振镜，因为石英会产生振动频率，随机改变光子的折射角度，这样人们就无法知道光子会走哪条路。在接收器端，研究人员使用光电倍增器将光信号转化为电信号，用于最终的统计分析。实验的结果让所有人大吃一惊，在现实世界真的存在量子纠缠的现象。其后的蔡林格团队更把实验的距离扩展到了100公里以上，仍然得到了相同的结果。2017年，量子态隐形传输在中国墨子号量子卫星中实现，传输距离达到了1200公里，再次印证了量子纠缠在宇宙尺度上同样是非局域性的。什么叫非局域性？就是说，量子纠缠在宇宙尺度上都有关联性，不论纠缠的粒子相隔多远，他们都能在瞬间感受到对方状态的变化。这3位物理学家也因为他们出色的贡献获得了2022年诺贝尔物理奖。量子纠缠到底说明了什么？让我们继续探讨这个匪夷所思的现象。时间来到1989年，在意大利物理与计算国际研讨会上，美国著名物理学家约翰·惠勒提出了一个具有深刻哲学思想的假说，称为万物皆信息。在介绍这个理论前，先聊2句惠勒。惠勒这个人非常传奇，他一辈子没有得过诺贝尔奖，却是物理界公认的大师级的人物。为什么？因为他的脑子里充满了奇思妙想。我在以前的节目里2次介绍过惠勒，一次是他提出的宇宙双缝延迟实验，一个是他提出的单电子宇宙假想，这都是让人叹为观止的思想实验。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看一看。今天要介绍的是他的第3个神奇的理论——万物皆信息。通俗地说，惠勒认为宇宙的基本规律是简单的，所有复杂性都可以从信息的基本操作中涌现。物质、能量和时空只是信息在特定规则下的表现形式。惠勒的万物皆信息假说为后来的量子信息科学提供了理论框架和思想启发，他被认为是量子信息科学的哲学奠基人之一。万物真的来源于信息吗？量子纠缠如何能证明万物都是由信息组成的呢？量子并不是一个一个小球，量子具有波粒二象性，它既是粒子也是波。一旦2个量子纠缠在一起，它们就变成了一个物体的2个部分，在数学上不可分。2个叠加态的量子很可能汇聚成了一个波，在空间中展开。此时，如果对其中的一个粒子进行观测，就会改变整个波函数，因此也会改变另一个粒子。这就是为什么纠缠的量子相距多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们通过相同的波函数交织在一起。这就是量子世界反直观的地方。举个例子，一件蓝色 T 恤和一个蓝色杯子，蓝色是它们本身的属性之一，但是在量子世界里，蓝色 T 恤和蓝色杯子却共享了蓝色的属性。这说明它们的属性是非局域性的，而是可以在2个粒子间传播。这真的是太不可思议了。量子纠缠似乎暗示了，就像空间中有引力场一样，宇宙也许遍布着一种信息场。这种信息场与我们对空间的理解完全不同。无论现实中的空间有多远，在量子世界中，纠缠的量子就像被压缩在同一个点上一样。量子纠缠为什么这么奇怪？这个秘密远非人类现今的知识能够解释。无论如何，量子纠缠揭示了信息在量子力学中的核心地位。波函数可以看成是一种信息表达，其影响可能遍布整个宇宙。信息似乎比物质本身更为基础。从这个角度上看，惠勒万物皆信息的理论也许并非假想。我们这个宇宙最底层的组成部分也许就是信息。前面用了这么多篇幅，主要介绍了2条线索，下面我准备把2条线索结合起来，进入到最终的结论部分。时间来到2012年，美国著名遗传学家乔治·丘奇团队将一本书的文本和图像存储进了 DNA 当中，
首次实现了 DNA 的大规模存储。他们是怎样做到的呢？传统计算机使用二进制编码，表示为0与1。数字9使用二进制，就是1001。DNA 的每个核苷酸都是由4种碱基之一组成的，命名为 A、T、G、C。科学家可以利用这4个碱基进行4进制的编码，表示为0、1、2、3。数字9在4进制中是21。相比于二进制，4进制有巨大的优势，可以大幅减少字符的空间。科学家使用 DNA 合成技术，依次加入4种碱基，按序列合成带有信息编码的 DNA 链，这就完成了信息的存储。反之，科学家使用基因测序技术确定 DNA 中的碱基系列，再转换成二进制编码，让计算机读取，就能重新生成文本与图像。DNA 存储有巨大的优势。首先， DNA 极小，卷曲在只有几微米小的细胞核里，它的体积比传统的存储卡紧凑了10万倍。一小瓶 DNA 就可以把一整个数据中心的全部数据装入其中。你只要带着一个鞋盒大小的 DNA 存储箱，就可以装下目前全人类所有的数据信息。其次， DNA 比已知的任何数据存储设备保存的时间都久，光盘、硬盘这样的介质几年、10几年就无法再用了。但是气密金属胶囊内保存的 DNA 可以把数据完整的保存数千年之久。这样看来， DNA 本身就是保存信息的最佳介质。既然 DNA 存储的优点这么突出，为什么不大面积的推广 DNA 存储器呢？最重要的原因是写入和读取的速度太慢了。以目前的技术，写入1GB 的数据可能需要几天。DNA 存储也不像硬盘，不支持随机访问，所以 DNA 存储的效率远低于电子存储器。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聊的最重点的问题，就是信息传递和使用中的核心问题——效率问题。38亿年前，第一个 RNA 分子的产生可以看作信息的生成。生命的进化是信息的优化和复杂化的过程。遗传信息驱动了生物的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的复杂性，更记录了地球环境的变化。最终，生命信息集大成的生命体出现了，那就是人类。人类的出现是一个奇迹。人类是目前我们已知的宇宙中创建的最复杂的信息处理器。人类的大脑拥有高度发达的神经网络，可以进行思维、记忆、推理活动。大概在距今20万年前，人类产生了语言。距今约5000年前，发明了文字，然后是纸的发明、印刷术、报纸、电报、电话、无线广播、电视、互联网。信息的传播速度越来越快，传递效率越来越高。38亿年的漫漫长路，生命不断发展，本质上就是为了提升信息的处理与传播速度。尤其是近200年，人类科技以指数型的增长大爆发，现在已经处在巨变突破的前夕。所有的准备都是铺垫，都是为了一个终极发明而存在的。时间来到2024年9月24日 ，OpenAI 的 CEO 山姆·奥特曼罕见地在个人社交平台 X 上发表了一篇长文，题为《智能时代》。这篇文章在各大数字平台转发，引发了上亿人次的观看。奥特曼预言，在未来的10年内，人类将创造出真正的人工智能，这将是一场划时代的翻天覆地的改变。人工智能是一种全新的生命模式，与 DNA 进化的碳基生命完全不同。人工智能是以芯片、半导体为主导的硅基生命。AI 系统以纳秒级的速度完成计算，而人类大脑神经元传递信息的速度通常在毫秒级。AI 能快速地处理和分析 PB 级别的数据，而人类大脑不能同时处理如此庞大的信息量。AI 的算法能够在高度重复的任务中保持一致性和精确性，而人类容易因为疲劳或注意力分散导致错误。AI 通过分布式计算架构，比如 GPU、TPU 实现真正的并行处理，而人类大脑的并行处理能力有限，更多的依赖于注意力集中机制。总的来说，
人工智能在信息处理、信息传递和信息保存方面，相比人类大脑来说，具有碾压式的优势。如果现实真的像奥特曼的预测，人工智能会在10年内出现，那将是一场终极的革命。现在我们可以回到节目开头的问题了。从信息的角度来看，宇宙并不关心个人的命运，它关心的是高度复杂和相互关联的信息，核心是信息的整合。这样看来，人工智能更适合进行信息处理，它的确是比人类更加优秀的生命形态。也许38亿年不断进化的碳基生命，它的使命就是为了创造出硅基生命。人类是时候做好交接班的工作了。惠勒告诉我们，万物皆信息。他的观点可能已经出窥了宇宙的秘密。如果说宇宙的本质是信息，时间、空间、物质与能量这些形态很可能都是信息创造出来的，我们就有机会寻找到最底层的运行机制，就像量子纠缠一样，打破时间与空间的限制。终有一天，我们能突破宇宙的封锁，探索宇宙之外的奥秘。当然，这一切都是我的假想，可以称为老明狂想曲的第2步。有的朋友会问，怎么交接班呢？让人工智能把人类都杀死吗？当然不会这么简单。在这里再做一个小预告，在下期节目里，我再跟大家聊一聊2种生命体如何交接的问题，那将是一场盛大的晚宴。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别忘了关注老明的频道，我们下期节目再聊。